第15章，一封邀请信。第二天，11月9日，我睡了足足12个小时才醒来。孔赛伊照例前来问我先生昨晚睡得如何，并表示愿意效劳。他把他的加拿大朋友留在那里，睡得像一辈子没做过别的事情一样。我任由他随意说话，几乎没有回应。船长尼摩前一天的缺席让我很担心，我希望能在那天再次见到他。我穿上了用足丝制成的衣服，这种材料的特性不止一次引起了孔赛伊的深思。我向他解释说，这种衣服是用一种遍布地中海沿岸的双壳贝类江瑶用来固定在岩石上的光亮丝状细丝制成的。古时候，人们用这种细丝制作华美的布料、手套和长筒袜，因为它们既柔软又保暖，因此鹦鹉螺号的船员可以廉价地穿着这种衣服，而无需依赖棉农、绵羊或蚕。穿好衣服后，我走向大客厅，那里空无一人，于是我开始研究陈列柜里的贝类珍品。我还仔细翻阅了那些大型植物标本集，里面装满了最稀有的海洋植物，虽然已经风干，但仍保留着它们令人赞叹的颜色。在这些珍贵的水生植物中，我看到了轮叶枝管藻、孔雀扇藻、葡萄状蕨藻、颗粒状红叶藻、色泽鲜红的精致角叉菜、扇形的琼枝和伞菌，后者形似垂头丧气的蘑菇头，曾长期被归类为植虫动物。最后还有一整系列的盐藻。一天过去了，尼摩船长并没有来看我，大客厅的壁板也没有再打开。也许他不想让我们对这些奇观感到厌倦。鹦鹉螺号的航向保持在东北偏东，速度为12海里，深度在50到60米之间。第二天，11月10日，同样是被冷落，同样的孤独，我没有见到任何船员。内德和孔赛伊几乎整天都和我在一起，他们对船长莫名的缺席感到困惑。那个奇特的人是不是生病了，或者他想改变对我们的计划？毕竟，正如孔赛伊指出的那样，我们享有绝对的自由，食物也精美丰盛。我们的主人正在履行他的约定，我们无从抱怨，而且我们独特的命运为我们准备了如此美好的补偿，我们还没有权利指责他什么。那天，我开始写下这些冒险经历的日记，这使我能够以最严谨的准确性来叙述它们。有趣的是，我写日记用的是一种用海草制成的纸。11月11日凌晨，鹦鹉螺号内部散发的清新空气告诉我，我们已经浮出水面补充氧气。我走向中央楼梯，爬上了平台。那是早上6点，天空阴沉，海水呈灰色，但很平静，几乎没有浪涛。我希望能在那儿见到尼摩船长，他最终会来吗？我只看到了舵手，他被关在他的玻璃驾驶舱里。我坐在小艇船壳形成的突出部分，愉悦地呼吸着海风。薄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消散，灿烂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海面在它的注视下像一串火药般燃烧起来。散布在天空中的云彩染上了鲜艳夺目的色彩，无数猫蛇云预示着今天一整天都会有风。但是，风对于不惧风暴的鹦鹉螺号来说又算得了什么？我正欣赏着那美丽、欢快而富有生气的日出，这时我听到有人走上平台。我正准备向尼摩船长问好，但出现的却是他的副手。我曾在船长第一次来访时见过他。他走到平台上，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他用他那强力的望远镜极其仔细地瞭望地平线。检查完毕后，他走到舱口，说了一句话，我将其原样复述如下。我记得这句话，因为每天早上都在相同的情况下重复着。Notre respect l'univers。
我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意思。说完这些话，副手就下船了。我想鹦鹉螺号要继续它的水下航行了，于是我走向舱口，穿过通道，回到了我的船舱。就这样过了5天，情况没有任何改变。每天早上我都登上平台，同一个人说着同样的话。尼摩船长仍然没有出现。我已经习惯不再见到他了，直到11月16日，当我和内德、孔塞伊回到我的船舱时，我在桌上发现了一封写着我名字的信。我急切地打开了它。信是用清晰而有力的笔迹写成的，但有点像哥特体，类似于德国的印刷字体。内容如下：阿隆纳斯教授，鹦鹉螺号上，1867年11月16日。尼摩船长邀请阿隆纳斯教授参加明天早上在其克雷斯波岛森林举行的狩猎活动。他希望教授届时务必出席，并乐于其朋友们一同前往。鹦鹉螺号指挥官，尼摩船长。狩猎，内德教道。而且是在克雷斯波岛的森林里，孔塞伊补充道。那么，这个人要上岸了，内德兰德说。我觉得他说得很清楚了，我说道，又读了一遍信。好吧，我们必须接受，加拿大人回答道。一旦到了陆地上，我们就设法逃跑，而且我也不介意吃点新鲜的肉。我没有试图去理解尼摩船长对大陆和岛屿的明显厌恶与他邀请我们在森林里打猎之间的矛盾，只是说道：我们先看看克雷斯波岛是什么地方。我查阅了世界地图，在北纬32度40分，西经167度50分处，找到了一个小岛，是1801年由克雷斯波船长发现的。古老的西班牙地图称之为银岩岛。因此，我们距离出发点大约1800英里。鹦鹉螺号的航向略有改变，正向东南方向驶去。我把这个迷失在北太平洋中央的小岩石指给我的同伴们看。如果尼摩船长有时会上岸，我说，他至少会选择完全荒芜的岛屿。内德兰德点了点头，不久便和孔塞伊一起出去了。晚饭后，那个沉默寡言、面无表情的仆人把我送回房间，我带着些许忧虑睡着了。第二天，11月17日醒来时，我感觉鹦鹉螺号完全停了下来。我迅速穿好衣服，走进了大客厅。尼摩船长已在那里等我，他站起身，向我问好，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由于他没有提及过去8天的缺席，我也就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只是回答说，我和我的同伴们已经准备好跟随他了。我只想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我补充道。请讲，阿隆纳斯先生。如果我能回答，我会回答的。那么，船长，您既然已经与陆地断绝了一切联系，怎么会在克雷斯波岛上拥有森林呢？教授，我拥有的森林不需要阳光和热量，那里没有狮子、老虎、豹子或任何四足动物出没。只有我知道它们也只为我而生长。它们不是陆地森林，而是水下森林。水下森林？是的，教授。而您愿意带我去参观？当然。步行前往，而且不会弄湿。打猎吗？打猎。手持猎枪？是的。我用不甚恭维的表情看着鹦鹉螺号的指挥官，他肯定是疯了，我想。这8天里他一定发作过一次，现在还没好，真可惜。我宁愿他古怪，也不愿他疯了。这个想法清晰地写在我的脸上，但尼摩船长只是邀请我跟他走。
我也就听天由命地跟了上去。我们来到餐厅，午餐已经准备好了。阿隆纳斯先生，船长对我说，请不必拘礼，与我共进午餐。我们边吃边谈。我答应过您去森林散步，但我并没有答应会在那里找到餐厅。所以，请尽量多吃点，因为我们可能要很晚才能吃晚餐。我尽情享用了这顿饭，菜肴包括各种鱼类和海参片。这些美味的植虫动物配上了非常可口的海藻，例如带状紫菜和香甜红灵藻。饮料是一种非常清澈的水。我学着船长的样子，在水里加了几滴发酵的酒液。这种酒液是仿照勘察家人的方法，从一种名为掌状红皮藻的海藻中提取出来的。尼摩船长开始默默地用餐，然后他说：“教授，当我提议您来克雷斯波的森林打猎时，您认为我自相矛盾；当我向您解释那是水下森林时，您认为我疯了。教授，永远不要轻易评判他人。但是，船长，请相信我，请您听我说，然后您再判断我是否疯狂或自相矛盾。我听着。教授，您和我一样清楚，只要人携带足够的呼吸空气，就可以在水下生活。在水下工程中，工人穿着防水服，头部戴着金属头盔，通过压缩泵和出口调节器从外部获得空气。那是潜水服的装置，我说。的确如此，但在那种情况下，人是不自由的。他被一根橡胶管连接到气泵上，那真是一条把它固定在陆地上的锁链。如果我们必须这样被束缚在鹦鹉螺号上，我们就走不了多远。那么，获得自由的方法就是使用卢凯罗尔德奈鲁兹装置，这是您的2位同胞发明的，但我为自己做了改进，使您能够在这些新的生理条件下冒险，而您的器官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它由一个厚壁金属容器组成，我在里面以50个大气压的压力储存空气。这个容器通过背带固定在背上，就像士兵的背包一样。它的上部形成一个盒子，空气在波纹管装置的作用下，只能以其正常张力溢出。在卢凯罗尔装置中，正如它所使用的那样，有2根橡胶管从盒子里伸出，末端连接到一个类似罩子的装置，罩住操作员的鼻子和嘴巴。一根用于吸入空气，另一根用于呼出空气。舌头根据呼吸的需要关闭其中一根，但是由于要在海底承受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把头罩在一个铜制球体里，类似于潜水服的头盔。吸气管和呼气管都连接到这个球体上。好的，尼摩船长，但是您携带的空气很快就会用完，当其中只含有15%的氧气时，就无法呼吸了。的确如此，但我已经对您说过了，阿隆纳斯先生，鹦鹉螺号的气泵能让我以相当大的压力储存空气。在这种情况下，设备的储气罐可以提供9到10个小时的可呼吸空气。我再没有异议了，我回答道。请允许我再问一下，您是如何照亮您在海底的路线的？用卢姆科夫装置。如果第一个装置背在背上，第二个就系在腰间。它由一个本生电池组成，我不用重个酸钾，而是用钠来激活它。一个感应线圈收集产生的电流，并将其导向一个特制的灯笼。这个灯笼里有一个玻璃螺旋管，里面只含有少量二氧化碳气体。当装置工作时，气体会发光，发出白色的持续光芒。装备了这些，我就能呼吸和看见了。船长，您用如此不容置疑的论据回答了我所有的异议，我无法再质疑了。尽管我不得不接受卢凯罗尔和卢姆科夫装置，
但我必须承认，我对您想给我的那支枪仍有保留意见。显然，它不是一支火药枪。那么，是气枪吗？的确如此。您怎么会指望我在船上制造火药呢？我既没有硝石，也没有硫磺，更没有木炭。而且，我说，在水下射击，在一个密度比空气大855倍的介质中，必须克服相当大的阻力。那不成问题。有一些大炮，在富尔顿之后，由英国的菲利普·科尔斯和伯利、法国的富尔西以及意大利的兰迪改进过。它们装有特殊的闭锁系统，可以在这种条件下发射。但我再说一遍，由于没有火药，我用压缩空气代替了它。鹦鹉螺号的气泵可以大量供应这种空气，但是那种空气很快就会用完。那又怎样？我不是有我的卢凯罗尔储气罐吗？必要时，它可以为我提供空气。为此，只需要一个特设的阀门就够了。而且，阿隆纳斯先生，您自己会发现，在这些水下狩猎中，空气和子弹的消耗量都不大。然而，在我看来，在那种半明半暗的环境中，以及在那些相对于大气而言密度很大的水中，射击的距离不会很远，而且很难致命。恰恰相反，用这支枪射击是致命的。任何被击中的动物，即使只是轻微擦伤，也会立刻倒下。为什么？因为这支步枪发射的不是普通的子弹，而是小玻璃弹，由奥地利化学家莱尼布鲁克发明。我有很多这种玻璃弹。这些玻璃弹外面包着钢，里面装填着铅弹头，它们是名副其实的莱顿瓶，里面的电荷被冲到极高的电压。只要受到轻微的撞击，它们就会放电。无论多么强大的动物，都会立刻倒闭。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些玻璃弹的口径是4号。一把普通步枪的弹匣可以装10颗。我不再争论了，我从桌边站起来回答道，我只能拿起我的枪了。而且，无论您去哪里，我都会去。尼摩船长领我走向鹦鹉螺号的船尾，路过内德和孔塞伊的船舱时，我叫上了我的2位同伴，他们立刻跟了上来。我们来到位于左舷的一个船舱，靠近机器舱，准备穿上我们的出行服装。